关在这所监狱的囚犯简直不要太幸福，无论是男囚还是女囚，都住在同一间牢房，厕所也是男女混合用，甚至连洗澡大家都是在一块洗。刚开始囚犯们还有点不好意思，可磨合久了，男囚跟女囚就没啥区别，大家坦诚相见，没什么害羞的。这就是这的管理模式。监狱长提倡这样生存，任谁也改变不了。今天新来了一位漂亮女囚小美，一下车，俊俏的容颜再加上凹凸有致的身材，瞬间吸引了在场狱警的目光。小美惊恐地望着眼前的狱警，狱警一步步向前，小美步步后退。狱警用绳子套住女孩的头，然后一把拽开小美的衣服，命令其跪下，嘴里念念有词：“这真是一场美味佳肴啊！”边说边拉下衣服拉链，这是要干嘛？小美在狱警的一丝坏笑中也知道了个大概。可无论他怎么苦苦哀求，狱警也丝毫没有怜香惜玉的意思。监控后面的高层也在观看着这场直播，并不打算出来制止。就在这时，身后的保罗故意用语言刺激狱警，狱警成功被保罗吸引。他一边甩着鞭子，一边向保罗走来，还不忘拉开衣服。保罗惊呆了，这个狱警简直变态，竟然男女通吃。突然之间，保罗被人从身后猛踢了一脚，摔了个屁股蹲。回头一看，是个光头叔狱警。中午时分，保罗就被狱警们报复，把他关在狭小的铁笼子里暴晒，头上顶着一个千斤巨石，要是顶不住，就会被砸成肉泥。这是炎热无比的一天，保罗被晒得几乎虚脱。一个狱警看热闹不嫌事大，又多加了几斤铁块。看着保罗痛苦吃力的样子，变态的狱警乐开了花。直到太阳落山，保罗才被拖回牢房。这时候的他全身湿透，人已经虚脱，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，只能一步步爬上床。你以为这是囚犯们最苦的日子吗？那你就大错特错了。像保罗这样的酷刑在这里只是冰山一角，囚犯在这里根本没有人权，狱警们想怎么折磨就怎么折磨，只要他们高兴，甚至你死他亡那都不叫事。而形成这种惯例的行为，都是暴虐的监狱长造成的。小美温柔地把保罗扶上床，深情款款地感谢保罗的见义勇为，让两人你一言我一语，眼中开始相互放电。为了给新来的小美一个下马威，狱长一声令下，一旁的光头叔就明白了什么意思。他走到排列整齐的队伍中，揪出一个女孩。女孩不仅要完整的背出监狱的规章，还要忍受光头叔的干扰。由于太过紧张，女孩卡壳了。光头叔当着所有人的面狂扇女孩耳光，脚也没闲着，手脚并用，直到女孩被打得头破血流。一旁的小美吓得都快尿裤子了，生怕下一个轮到自己。比起接下来的这个卷发男，女孩的惩罚还算轻了。卷发男试图越狱，结果失败了，因为这个监狱有着360度无死角的监控。这帮富豪们每天无所事事，就是盯着监控，寻找下一个猎物。这不，越狱的卷发男成了待宰的羔羊。监狱长命令狱警以折磨的方式锻炼体能。卷发男需要陪狱警们玩一场足球游戏，游戏规则很简单，工具是2罐装着汽油的箱子，箱子没有封盖，狱警们随意的踢罐子。卷发男的任务就是不让罐子里的汽油洒出来，可狱警实在是太多了，卷发男应接不暇。很快罐子里的汽油就洒完了，狱警们围成一圈，放下打火机。卷发男无助地抱着箱子，在胸前画十字，祈求保佑，可根本没用。狱警点燃一把火，熊熊的烈火包围卷发男，惨叫声不绝于耳。小美实在不忍心看这残忍的一幕，身后的保罗死死地抱住她的脑袋，让她目睹同伴的惨死。这一幕给小美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。很快，卷发男被烧为灰烬。屏幕前的几个妇人看得津津有味，这样折磨人的景象能让他们产生无比的快感。晚上，小美想去浴室洗个澡，保罗知道小美是新来的，还不习惯男女共用一个浴室，于是帮她在门外把风。谁知几个狱警突然破门而入，保罗被2名狱警死死按住，另一位狱警直接冲进浴室，对小美图谋不轨。这个女人正在洗澡，可她却不敢脱衣服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变态的狱警走进来，女孩吓得花容失色。看到女孩惊恐的模样，变态的狱警更加兴奋，他一把抓住女孩，猪拱白菜似的亲上去，还不忘来把咸猪手。谁知小美来了一招猴子捞月，趁狱警疼痛之际，小美赶紧跑出去，却一头撞上守在门外的光头叔狱警。光头叔死死抓住小美，小美根本挣扎不开。好在他们并没有继续做什么，而是狠狠地啃了一口小美后就离开了，留下惊魂未定的小美和保罗相拥安慰。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更大的灾难还在后面。在这所监狱好比人间炼狱，富人们定期会举办一场真人版大逃杀游戏。按照游戏规则，会有5个囚犯被选中，他们跑进大山，开始亡命之旅。富人们会在山里狩猎，囚犯们逃得越远，生存几率就越大，否则就会被当成猎物射杀。当然，这种机会几乎为零，因为这里是一座孤岛，
囚犯们根本逃不出监狱长的五指山。很不幸的是，保罗和小美都被选中参加这个游戏。时间一到，他们就往山里跑去。黄毛最不幸，倒霉的他还没跑出去多远，就被一个妇人驱车赶上。四周是荒草遍地的空地，黄毛根本无处可逃。他被吓得腿软，瘫倒在地。身后的一辆铲车径直向他开来，幸亏他机灵，趴在地上躲过了一劫。可噩梦还在后面，车上下来一个半兽人，这是妇人为了这项游戏特意找的半兽人，专门用来猎杀。半兽人抓起黄毛，黄毛试图用刀子反抗，插进半兽人的大腿，可根本就是以卵击石。半兽人一脚踢倒黄毛，骑坐在他身上，掰掉黄毛的脚趾头，放在嘴里津津有味地吃起来。狱警们只顾在那哈哈大笑，还叮嘱半兽人不要给他痛快，他们还想玩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。黄毛在前面气喘吁吁地逃，妇人和半兽人开着车在后面调戏似的追，稍不注意就会命丧黄泉。终于妇人玩累了，他们停下车，半兽人扛起黄毛就是一顿揍，摔扔捶踢，18般武艺样样齐全。黄毛被打得半死，妇人在一旁一边抽烟一边享受着视觉和听觉的盛宴。烟抽完了，妇人也没有耐心再看下去了，于是半兽人加大力度，黄毛就这么被活生生解决了。另一边的保罗为了躲避追捕，直接爬上山顶，却不知道监狱长早就发现了他，他就站在远处，拿着8倍狙击枪冷笑，枪口瞄准了保罗的脑袋。就在要开枪的时候，监狱长转念一想，直接一枪打死就太无趣了，于是监狱长往保罗旁边的石头打去，还没等保罗反应过来，第二枪又打在另一边的石头上，保罗被吓得掉下悬崖。庆幸的是，保罗没有死，只是掉在汹涌的水里拼命挣扎，这正是监狱长想要的效果，从山间到水里，又从水里到山间。夫人不停地用枪吓唬保罗，好不容易打累了，抱着枪回去休息，保罗这才躲过一劫。但他也不是吃素的，保罗爬到山顶，对驱车离去的妇人展开反击。他用棍子敲动石头，试图让巨石滚下，砸到妇人的车，但石头实在是太大了，保罗费尽9牛2虎之力，也只有几块碎石落下。同样是猎物反击猎人，被选中的幸运儿之一阿伟，则是跑进了树丛里。他设好陷阱，等狱警过来时，从后面猝不及防的出现，还没等狱警反应过来，就狠狠地给了他一拳，成功拿到了武器。随后阿伟躲在草丛里，和妇人展开了枪战。可不幸的是，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一个蛇蝎心肠的贵妇正躲在他身后，他脸上挂着那极具优越感的微笑，一把箭射过去，阿伟的手臂被打伤，强忍着疼痛继续反抗。这时监狱长也发现了他，一边是狙击枪，一边是弩箭，一箭一枪，双管齐下，整个草地都荡漾着阿伟的哀嚎。监狱长觉得不过瘾，开着卡车直接从他身上压碾过来，伴随着一声痛苦的惨叫，阿伟也领了盒饭。小美在丛林里四处奔逃，身后就是2个狱警，他们早就对小美垂涎欲滴，小美只能不停往前逃。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可以隐蔽的地方，小美毫不犹豫跳进坑里，一边沿着坑边走，一边抬头观察动静。突然摸到一个奇怪的东西，转头一看，竟然是几具骷髅头。小美被吓了一跳。就在这时，2个狱警追了上来，他们没有发现坑里的小美自顾自聊着天。典狱长为了激励光头叔狱警，扬言只要抓到小美就送给他享用，这可把光头叔乐坏了，眼里发出兴奋的光芒。小美躲在下面，吓得大气都不敢出。下一秒，骷髅头里竟然钻出一条蛇。小美两面受敌，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背水一战。她轻手轻脚地绕过毒蛇，尽量不发出一点声音，但还是被发现了。所幸当狱警顺着动静追上来时，小美已经逃之夭夭了。而另一个女囚犯金发女就没那么幸运了，这大太阳的实在是太热了，看到一处小溪，金发女也不管了，跳下去先享受一下沐浴。殊不知一把弓箭已经盯上了她，嗖的一声就射了过去。金发女被吓得花容失色，踉踉跄跄爬上岸，撒丫子就跑。贵妇骑着宝马尾随其后，弓箭越射越近，金发女越跑越崩溃。而贵妇看到金发女这狼狈的样子，则是满足的一笑。两人周旋了一阵，金发女跑到虚脱，瘫倒在地，绝望的她最后直接大哭了起来。贵妇走上前，变态地伸出舌头，一把利剑对准了她的胸口。当保罗他们发现时，金发女已经死了，她的衣服被撕得粉碎，嘴里还插着一根剑，死相相当恐怖。保罗好不容易躲过了一个妇人的戏弄，刚跑到一处地方，就遇上了半兽人和另一个开铲车的妇人胡子男。他们刚杀完金毛，显然还不过瘾。半兽人力大无穷，保罗根本不是他的对手，很快就被掐住喉咙，死死地按在树上。胡子男开着铲车猛冲过来，千钧一发之际，保罗拔下一根树枝，往半兽人的眼睛插过去，
局势瞬间扭转，卖兽人松开了手，痛不欲生。保罗趁机逃跑，胡子男来不及刹车，将半兽人分成了2半。而胡子男看到逃跑的保罗，直接拿起炮向保罗轰去。好在保罗命大，逃过一劫。此时小美正在被白毛叔狱警和光头叔狱警纠缠，被逼无奈只好躲进甘蔗地。光头叔直接放火想把他烧出来，白毛叔拿着武器冲了进去，正好跟小美撞个正着。正要享受着美味的猎物时，保罗及时出现，抢下白毛叔的武器，对着他的根部来了一枪。趁这时候，保罗拉起小美就跑，留在里面的白毛叔化为了灰烬。保罗和小美好不容易逃出丛林，却发现监狱是在一座岛上，他们根本无路可逃。这时候光头叔出来了，他右手拿刀，左手拿枪，气势汹汹。保罗让小美赶紧躲起来，自己和光头叔贴身肉搏。可光头叔人高马大，身体强壮，保罗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，很快就落了下风。两人在水里翻来倒去，保罗被死死摁在水里，疯狂喝水，就快要被淹死时，他在水里摸到一块石头，狠狠地朝光头叔砸去，这才挣脱开来。光头叔气急败坏，举起枪对着保罗就是一顿突突。小美看准时机，抄起地上的大砍刀，从背后偷袭，一刀下去砍掉了光头叔的双手。解决完光头叔后，保罗带着小美原路返回，准备救出那些还在地狱里的同伴。偏偏冤家路窄，路上又遇上了开铲车的胡子男。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红。小美跑出去当诱饵，用来转移胡子男的注意力。保罗则趁机摸到身后，将胡子男劈成了2半。两人开着大铲车一路杀回监狱。对于那些挡在面前的阻碍，全被他们机枪干掉。最后铲车撞破重围，其他狱友立刻拿起武器加入了战斗。监狱里的狱警看见人多势众的囚犯都跟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似的，他们都傻眼了。只是现在已经为时已晚，他们要报之前的折磨之仇。枪林弹雨下，狱警们纷纷倒地，赶回来的监狱长也在这场战斗中死去。就在这时，天上飞来了几架战斗机，狂轰乱炸下，将这里夷为了平地。幸运的是，囚犯们早已经逃出升天。最后，保罗抱得美人归，和小美过上了没羞没臊的幸福生活。正如电影最后那句：“革命开始于鞋底，哪里有压迫，哪里就有反抗。”